印度飞翼无人机 FWI-FT 成功首飞，宣布进入隐形战机领域，细看能让人笑喷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众所周知，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和法国是全球有能力研制飞翼隐身攻击机的国家。美国曾经开发成功 X-47B， 目前呢正在发展黄鲷鱼无人加油机。法国的神经元无人机目前进展不明。俄罗斯的猎人无人机虽然已经试飞成功，但是总体而言进展缓慢。只有中国的攻击11无人机成功列装。今年7月，印度宣布它也进入到了隐身无人战机的领域，并且完成了自制的飞翼无人机 SWI-FT 的首飞。据防卫新闻网站报道，印度位于班加罗尔的国营航空发展中心宣布，由该中心研制的飞翼式无人机 SWI-FT 首飞了，并且声称此架无人机的许多部件都是本土制造商制作的。FWI-FT 是一款技术试验机，为更大型的武装型无人机提供技术设计经验，因此它的外形相对来讲比较小。那么这个飞翼式无人机的水平到底有多高呢？估计以中国民间的航模水平有的一拼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人家还是飞起来了，这可就算不得了了。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表示，包括机身、起落架以及整个飞行控制系统、航空电子系统都是印度国内自行开发的。他说，这是自主研发飞机的一项重大成就，可以减少印度在关键军事方面对外国的产品过于依赖的问题。作为一架刚刚超出航模水平的无人机， FWI-FT 先后完成了起飞、爬升、空中巡逻、跟踪导航点、降低高度到着陆的整个试飞过程。接下来还要测试机载的传感器，也就是无人机的眼睛。 FWI-FT 在进气口的上部的确长了一双眼睛，而这个设计也算是奇葩了。对于这项印度的重大成就，很多人可能会嗤之以鼻，因为他们连无人机的发动机都造不了，配不上，使用的还是俄罗斯土星科研集团提供的土星36MT 小型涡扇发动机作为动力。印度的测试人员表示，只需要再进行10次左右的飞行测试，就能够证明 FWI-FT 平台的能力。然后，印度政府就会为更大型的加塔克无人机提供全面开发资金。问题是，印度人造出的 SWI-FT 与制造一架大型的飞翼无人机之间呢，差距还有多远？首先，我们从它的图片中可以看出来，这款 SWI-FT 无人机，它和前一段时间所公布的方案有了很大的差别。以前的方案 SWI-FT 是一架纯粹的飞翼式无人平台，而这次试飞的 SWI-FT 在尾部增加了一个垂直尾翼，而这个垂直尾翼呢，还就一个，而不是一般的隐身无人机所采用的 V 字形尾翼。那么它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显然，在研发的过程中，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，就是飞机在滑行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横侧方向不稳定的问题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？由于没有垂直尾翼，那么它的方向安定性和操纵性靠什么来保证呢？一般他们会抄袭美国的开列式方向舵的设计。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开列式方向舵的平台，那就是美国的 B-2隐身战略轰炸机。但是印度的这款 SWI-FT 它可不是翼展比较大的飞翼式平台，由于它的翼展相对来讲比较小，后缘的位置有限，又要装升降紧副翼，还要装副翼，再找一个位置装开列式方向舵，恐怕哪个面积都不够，
因此，在低速滑跑的过程中，他们可能就发现方向控制出问题了，于是不得不回到原始的方案，也就是说，给它增加一个垂直尾翼，垂直尾翼后面带方向舵，于是呢就不会出现开裂式方向舵和副翼打架的问题了。那么副翼的面积扩大了，横侧控制就改善了，才能保证这架 FWIFT 顺利上天。但是它的全尺寸方案，也就是 FWIFT 的放大型加塔克无人机，那个方案可是采用纯粹的飞翼布局的。你怎么来解决后续的问题呢？因此，在 SWIFT 上加装单垂尾，可以说只是一个临时措施。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，那么该机的研发恐怕还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。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么印度自己研发的隐身无人战机，那它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？现在从俄罗斯购买小型的涡刹发动机问题还不大，但是如果这款全尺寸的无人攻击机，它的体微重量达到10吨甚至20吨，就必须换装更加先进、推力更大的涡扇发动机，这又得向外求购。何况简单的进行小型无人机的试飞，并不一定能够把这些经验完全移植到大型的飞翼平台上。在真正开发的过程中，它还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。既然你的目标是要研制一种隐身的无人战机，那么弹舱怎么设计，带什么样的弹药，装什么样的传感器，飞控问题怎么解决，这些都等着印度人呢。因此，现在仅仅试飞了一款比航模级的无人机水平稍高的平台，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